我跟你讲，人性一定是经不起考验的，人性经不起考验。在台湾呢、你想要儿子女儿孝顺幸福，想要安享晚年，我实在很难想象，没有房子的话要怎么办到？人家他们讲什么贫贱夫妻百事哀，那贫贱老夫老妻那还得了尊严啊，老了要有尊严啊，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在台湾呢、你只要是一个很多房子在收租的老人你就有尊严啊，不就是这样吗？不止儿子女儿听话孝顺邻居朋友也会很敬重你，因为你手握子，他不想跟你好，他也不会对你差嘛，就这样，大家对你都是客气。当然我是没有老过，我没办法跟你分享。不过我打算去访问几位超过70岁的老人有钱没钱，有房没房，我都访问了看看我来测试一下，这个老了有房也有钱，是不是确实比较理想？是不是真的值得我在努力是不是也值得你努力？你手上有一间能够帮你养老的房子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合约上没写的钱该付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为什么你该买房养老这次我们就直接破题了对，我就觉得你我都应该要买房养老我们之前有一支影片在讲为什么有钱人要逼小孩买房子，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我这边简单带过就逼小孩子买房子的原因是要让他们不要乱花钱嘛，并且让他们去学房地产资产膨胀的过程嘛。那这次我们来聊你要买房养老为什么？原因也很简单，如果你爱你自己的小孩，你就不要让你自己成为你小孩的负担，对不对？我想不是只有我啦，大家都是这样的想。你看我们现在自己买房子都已经这么辛苦了，政府推出了40年的房贷专案，而等你的小孩到了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此时他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你现在这种问题的加强版，它难度会更高更高。你现在一坪50万，你买得很痛那个懒趴都快捏爆了，那他可能到时候一坪100万，你要他怎么买嘛？你住20坪可能觉得很小他可能住的地方不到10坪你要他怎么给你孝亲费？你要他怎么活嘛？所以你要知道，不如你就多养一个哑巴儿子人家说房子就是你的哑巴儿子，这句话是真的。你现在买的房子在等你要退休的时候，应该也都缴得差不多，所以你出租的收益，这个就是你的养老金这就是哑巴儿子也就是每个月会生钱给你花，你知道他不会忤逆你那更不会因为要退休了那你就必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委屈这样你要是那时候还有体力，你想去夜店还是照去了那你想出国你就出国。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怎样？你可以保有尊严保有尊严，对尊严我现在在谈形而上的东西我以前也不当一回事最近发生一些事情开始想到这些事。对，尊严人家说人活一张脸，树死一张皮。今天如果你退休以后没有收入那你还需要跟孩子去拿生活费，你讲话就是没办法跟以前一样大声你就是没有底气嘛。那此时如果你手上有房子在出租，你退休了以后每个月会有收入，而且你可能光收租就比你小朋友还多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吗？小孩去外面上班，结果这个他上班加班赚到的钱都没有他爸妈收租来的多对，那你退休以后每个月会有收入收入可能还不少甚至你的小孩3不5时还需要跟你拿钱我跟你讲，他一定会很尊重你，他不会跟你大小声那这样父慈子孝不是很好吗最后你要知道，这间房子可以保障你晚年顺遂。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让你有尊严以外，这间房子可能还会怎样？救你一命救你一命，因为你不知道老了以后会有什么病。那以我们现在的生活形态那每天都有一套奶鸡就蒸奶加鸡排奶鸡我以前当兵18的时候一定要来一套，你知道然后这个元素周期表，日常生活那边吃吃喝喝也不知道吃进去多少。我也真的很难想象说未来会不会出现那种用我的名字来命名的疾病，你知道像我朋友他爸妈现在要开一个白内障，一只眼睛7、8万然后2只这样这样就喷掉20、30万这只是正常老化而已还不是什么疾病要开刀或是要长照。
那如果你手上有一间房子哦，那至少这种开刀的费用你就拉得出来，你知道哦，你就算200-300万你也拉得出来哦。你要做手术哦，那你要干嘛？你要照顾家人，长照发生了，这你都不会担心哦。这个钱会不会你小孩会付不出来？你自己就有钱了，你自己有资产了哦，你自己就会搞定这样。那这个就是保障你的晚年了吼。我知道这些影片出来之后，又有一堆酸民又要来骂我了，那你就骂吧哦。那我就给你骂哦，就当这个做功德消业障哦。至少我知道，我就这样子努力的去存房子哦。那我老了以后有房也有钱哦，就这样啊，我就会有尊严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为什么你该买房养老哦。那我的看法是，等你的小孩长大要买房子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比你遇到更艰难的局面，这真的哦。买的房子可能会更贵。不然你讲一个世界给我听，你所想象的那个世界，未来台湾1坪10万块，那怎么可能啊？哦，它未来难度会更高哦。那我们至少现在能够做到的事情哦，就是开始累积，不要在晚年的时候成为他们的负担。哦，那你手头有房子哦，这个房子将来就会成为你的哑巴儿子女儿这样哦。只要你把房子出租，稳定的收入，你就不需要跟你儿子女儿拿钱哦。那你可以维持你的生活品质跟尊严，避免因为依赖子女哦而丧失一些话语权哦。那老了也不用担心老了以后的医疗费用，因为都可以用这间房子生钱出来啊。最烂你把它卖掉嘛，就是一笔大钱哦，能够确保你老有所依了。好，那最后我想问你，你开始准备哦，甚至准备好以后要帮你养老的房子了吗？哦，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我也想看呢。哦，看你准备的房子是怎么样，小套房就不用拿出来讲了哦。这个晚年的生活你也不够用啊。如果想要看各种买房子的剧本的话，记得订阅加按赞这个频道哦。那也把影片分享到你的赖群组哦，你的 A 片群组，这也没关系哦，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啊，冷静。或是加入频道的会员哦，我在里面会讲很多那个房地产的八卦，都不方便公开来讲的。哦，那就这样讲八卦，就尊严这个需求，我以前不懂，我就屁孩嘛，我慢慢懂这个哦。那直到我跟前辈聊天，他就是我都会推荐的那个台湾房屋美术自信店店长啊，哦，就这个片尾，等一下你就看到他的那个 line 哦。他跟我说哦，人老了确实会需要尊严哦。他成交了一些上了年纪的买房啊，他们现在才要买哦，自己住的，就真的很辛苦这样哦。这又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啊，我想你应该也听过相似的版本哦，就是说有个老人生病快走啦，但是儿子女儿居然都非常的孝顺哦，每天都去医院照顾他，喜欢吃什么喜欢喝什么帮他弄好的哦，让隔壁床的病友非常的羡慕。他就说哇，你儿子女儿怎么教育的这么好，儿子女儿都这么孝顺，连护士护理师也在那边讲哦，没看过那么孝顺的家庭哦。可是那个老人说你不知道，我是故意还没有分遗产哦，遗产有好几间房子，走了以后律师才会打开遗嘱。儿子女儿他们才会知道，就开讲哦。儿子女儿才会知道房子要分给谁啊。在开讲之前，人人有份，所以大家都很孝顺。要是让儿子女儿知道他分的不公平，或是他没有遗产的话，就不可能会发生这个孝顺了他就享受不到这个孝顺了，对啊这故事你有没有很熟悉好像很多8点档也都演过嘛，什么儿子女儿争产大战之类的你看，这就是尊严。这就是尊严。尊严的前提是什么？是你手上有筹码你手上有筹码，你才能够去拥有这个尊严。我跟你讲人性一定是经不起考验的，人性经不起考验。在台湾你想要儿子女儿孝顺幸福，想要安享晚年，我实在很难想象没有房子的话要怎么办到。人家在那边讲什么贫贱夫妻百事哀。那贫贱老夫老妻那还得了尊严老了要有尊严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在台湾你只要是一个很多房子在收租的老人你就有尊严不就这样吗？不止儿子女儿听话孝顺邻居朋友也会很敬重你，因为你手握子，他不想跟你好，他也不会对你差嘛，就这样，大家对你都是客气。当然我是没有老过，我没办法跟你分享。不过我打算去访问几位超过70岁的老人有钱没钱有房没房我都访问了看看我来测试一下
这个老了有房也有钱，是不是确实比较理想？是不是真的值得我在努力哦？是不是也值得你努力？我想答案不言而喻啦哦，我就听老人干够，这个没关系哦。啊，你也是啊，老了有房也有钱啊，老了有尊严啊，说不好哦，一起加油吧哦，当个有房也有钱的老头哦。等到有那一天你要请看护的时候，走不动要请看护推轮椅的时候，你那个玛丽亚还有钱可以挑比较漂亮一点的，你知道？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尊严？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那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自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 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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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 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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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